大家好，我是鲁本 Banana， 20分钟带你深度了解一本心理、社科、人文领域的好书。今天想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呢，名叫《如何为爱立界限》，作者呢是一位加拿大的学者，名叫梅洛蒂·贝迪。推荐这本书的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家在生活中，尤其是在面对自己的亲密关系、友情还有亲情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和我一样的困惑。明明是很爱对方的，但是为什么在关系里总是会过度付出，受到了伤害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离开，到最后呢，整个人都很疲惫，再也不想爱了。那这本书呢，就是专门解决这样的困惑的。那么在聊这本书的内容之前呢，我们必须先提到一个专业词汇，叫做 codependency， 那么中文翻译过来呢，就是共生依赖。共生依赖指的是一段不平衡的关系，一方可能会倾向于去过度的照顾另一方，而另一方则展现一些自毁式的行为模式，比如说成瘾行为、严重的心理问题、不成熟、不负责任等等这些。说白了呢，就是一方在关系里面过度付出，然后忽视了自己，而另一方呢，在关系里又过度索取，这样一种不健康、不平衡的关系模式。我第一次接触到共生依赖这个概念呢，是在一本书叫做《假性亲密关系》里面。这本书里呢，作者说有一些亲密关系看似两个人好像绑得很紧，但其实没有一种真正的平等和亲密，它在关系的本质上是疏远的。每个人好像都在努力地扮演某个角色，但是都感到没有办法真正的亲近对方。这是因为它的本质就建立在共生依赖这种不健康、不平等、不独立的关系上。好的亲密关系，两个人之间可能是独立的，但是又彼此连接。而假性亲密关系呢，两个人紧紧缠绕在一起，却都感到受伤害、不被理解，最后因为太窒息了而不得不离开这段关系。所以共生依赖的本质呢，就是在关系里的两个人既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又感到必须要对对方负责，所以也没有办法照顾好自己，也没有力气去爱对方。那么本书的作者梅洛蒂·庞迪，他很大程度上也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来向其他对这个问题感到困扰的人提出一些自己的经验和建议。梅洛蒂的上一段婚姻中呢，她的丈夫也是有成年的酗酒问题。虽然遇到他的时候呢，她以为她已经能够控制好自己的这个问题，却发现丈夫还是在偷偷的饮酒。那其实这个时候她就应该要果断的离开了，但是她依然对成瘾的丈夫感到有责任，所以在婚姻里呢，痛苦的待了7年，才最终与丈夫离婚。成年后，在亲密关系中会用依赖共生的方式去和其他人相处的人呢，一般来说也来自一个边界不清的，每个人都没有办法对自己负责的家庭里。关系里的照顾者很有可能是小的时候就习惯了这样越过自己的边界去照顾自己酗酒的或者是有情绪问题的父母，所以在成年后呢，也找到了这样的伴侣。如果你觉得亲密关系让你受伤、心力交瘁，那么很有可能你也曾经拥有一个非常疲惫、很痛苦的童年。解决共生依赖的方法并不简单。在另一本书《依赖共生》中，作者说到，如果在有专业人士和治疗性的群体，还有朋友和家人的帮助下呢，也需要大概3年的时间，才能感到自己的生活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虽然说解决共生依赖的方法非常的不简单，因为这个问题本身也非常的复杂，也需要我们自己调动自己的觉知去意识到这个问题，然后去调整我们的生活方式，还有我们和其他人相处的方式。但我想所有意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并且想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呢，应该都是希望自己能够早日学会如何能在对他人负责之前先对自己负责，如何能在耗尽自己的爱他人这样的方式之外呢，还能够找到其他的和我们身边的人去相爱、去连接的一些方式。因为只有我们找回了鲜活的、独立的、有边界的自己呢，爱才能够真正的、鲜活的、真实的、亲密的存在。在本书中一共有5个部分，那作者呢也是分别向我们讲述了如何摆脱依赖共生，包括他在里面会给了一些依赖共生的定义。然后第2部分呢，他就跟我们讲述了一些如何建立心理边界这样的一些知识。第3部分呢，他给出了5-6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情绪量表大家如果去购买这本书呢，也可以去尝试做一做、测一测，看看当前自己的一个情绪状况是怎么样。然后第4部分呢，他给出了一些建议，大家要如何摆脱一个坏情绪的影响。然后第5个部分呢，则涉及到一些更具体的，比如说怎么样离开一段有毒的关系然后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应该怎么样处理其实在这本书之前呢，我已经读到了很多关于假性亲密关系、关于共生依赖，包括关于关系迷恋，或者是说有毒的关系无法走出来这些情况。那么大部分的书籍呢，要么就是给出的解决方法太浅层化，比如说2个人要多多沟通我们要树立正确的、好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观念要么呢就是有的书呢会把这个关系中的2方给对立化，其实也都是治标不治本的。那本书的作者呢，梅勒蒂·贝迪，可能是因为自己亲身经历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程，所以呢，他很深入的去理解了这个问题，而且呢，把重点放在了我们自己的身上。他认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让我们陷入依赖共生关系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早期的丧失和悲痛没有能被很好的处理的原因。所以如果我们要停止共生依赖这样的一个相处模式，首先我们就要把重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然后去回顾我们早年曾经受过的那些创伤和丧失。就像他在书里说的，如果说这本书只能有5页的话，那他一定会写下觉察、照管、掌控、放手、感激、接纳、臣服、边界、感受，以及永远放弃受害者的角色。虽然说共生依赖中好像是一个管教者和一个问题者这样的组合，人们也更多的倾向于去责怪问题者，把问题总是带给照顾者，然后照顾者呢也总是一副非常乐于奉献的形象。但其实呢，问题最终还是回到我们每个人自身的身上，我们需要去处理自己的情绪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自己生命中曾经遭遇的那些丧失。边界就像是我们的心理皮肤，它让我们决定我们该如何与外界相处，它们也让我们决定我们从他人那里拿走什么，
不拿什么。我记得有一位老师曾经说，如果你不知道边界是什么，那你可以试着把你的2只手张开，然后在原地转一个圈，然后那个圈内呢就是你的边界。边界是私人的东西，边界内呢代表着一种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私密性和尊严。那在共生依赖问题中呢，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个人边界一直在被侵犯，我们在超出我们自己所能忍受的去付出给他人，我们可能也一直在做一些打破他人边界的事情，比如说替他人承担本来应该是他人自己承担的一些责任和结果，照顾本来应该是由他自己照顾的那个部分，过度的承担，过度的照顾，打破了我们之间健康的边界，这也是一种入侵。那么在这本书中呢，作者也提出了一些他对边界的看法，以及他的一些建议。其实对于人应该如何建立一个健康的边界，勇敢地对其他人 say no， 坚持自己，守住自己的底线，这样的心理学书籍呢也有很多。合适的时候呢，我也会推荐几本我觉得非常有用的给大家看。在本书中，作者认为其实很多书籍都说明了边界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怎样决定一个健康的边界是什么。但是要想体验到边界是什么，健康的边界是什么感觉，你必须要去亲身经历那些可能是困惑不解，而且可能是伤心难过的情景。我觉得作者这一点说的特别的到位，我自己也曾经幻想，如果我是一个长期容易被别人侵犯边界的人，我希望读完一本书或者看过多少次心理咨询之后，我就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稳固的边界，我就不会再去重蹈覆辙。但事实上，可能这些烦人的让你觉得很棘手的人际关系并不会那么快的从你的生活里离开，你依然要在你学习和实践一种新的行为模式的时候，感受到那种令人不快的模糊的拉扯的感觉。但这个其实是必须的，没有人能够清楚地告诉你说你明天开始就用这套规则，也没有人能够去评判说你现在的这个边界太软弱或者是太刚强，因为只有你自己知道什么对你自己来说是好的，什么是你需要的，而只有经过自己实践呢，你才真正拥有一个健康边界的一个标准。就像是作者在书里说的，即使是阅读一本关于照管与掌控的百科全书，也不如一个药物成瘾的儿子或者酗酒的妻子所能教会给我们的更多。可能在我们学习边界的时候，这些入侵过我们边界的人的关系依然留在我们的生活里，那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当做一个机会来实践我们新的边界的展开。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实践、体验还有和自己的感受在一起就非常非常重要了。尝试着说出你真正感受到的感觉，而不是你觉得他人希望听到你所说出的话。尝试着在别人的面前做自己，即使他人对此表示拒绝、抵抗，但你仍然能够坚守自己的本心的那种力量。边界不是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它是我们心里本来就有的一股能力。当我们能够和自己内心的声音真正的连接上的时候呢，它就会完完整整的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浮现了。那么最后一个部分呢，作者谈到了接纳自己，接纳情绪。有的时候对于某个结果过于在乎，或者说对于某段关系过于沉溺，过于投入，看似好像是我们对外界的事物太在乎了，我们太爱那个人了，
我们太想要付出，太想要一段美好的感情了，但很可能它的根源其实来自于我们对于自己的不满，我们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消极面，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自己是这样的自己，所以我们一定要向外去把握自己所能够把握的全部，去改变另一个人，因为我们知道可能我们自己比我们手上正应对的这个问题还要更糟糕，所以我们不愿意离开，因为离开意味着我们又孤身一人了，我们又必须要面对真正的自己了。所以我很喜欢这本书的另一个点，就在于它看似好像是在讲一个心理问题，但其实它也是在讲我们要怎么样去生活。有的时候我们要学会臣服，学会接受，接受生命所给我们的一切，也接受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一切，接受我们的情绪、抑郁、痛苦、自卑，接受我们对于有一些痛苦是没有办法掌握的，接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逆转一个悲剧的结果，然后我们可能才会真正的获得某种内心的平静，放下一些执念，然后才有这个力量去平静的、清醒的去靠近其他的人，然后去爱其他的人。就像作者在第3章节的这个部分说的，在我承认了自己对酒精和药物无能为力之后，我才初次尝到了自己真正的力量。你有自己恐惧的东西吗？你有自己一直在逃避的东西吗？那就去面对它吧。好啦，这本书如何为爱立界限，我们就讲到这里了。我是鲁本巴娜娜，以后呢会持续的给大家讲解一些我觉得特别棒的心理学书籍，所以如果你喜欢我的内容的话，请点赞、关注、投币、转发，我们下期再见啦！